新华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宇。不管是跨年晚会、卫视的春晚啊，都有你要表演的节目。而且这几年咱们身上其实一直有一个国风美少年这样的一个标签。从小也是学了多少年的舞蹈？4岁开始学，其实这几年没有说专门去找老师教我学啊，但是在每一次的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学习的一个部分。我认为它是在学校当中，其实和我现在的学习没有太大的区别的，有一点像大4了要进入社会实习的这种感觉，是一种实践的过程。从4岁开始算，现在20年吧，可以算是。宇宙诗人演唱会现在是进行到第几轮了？2026年如果开始的话，是第2次宇宙诗人的巡演。这个名字当时是谁起的？其实当时在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一下就想到了很多天马行空的名字，有什么东南西北，类似于东方这种宏大主题。后来一想，我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宇宙诗人。对，这个其实可以涵盖很多关于我脑海当中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画面。那我说何乐而不为，把这个名字就作为我们巡演的主题没想到很受大家的欢迎，而且也很有记忆点。没错，非常的唯美浪漫诗意，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联想，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唱会？马上脑海中就可能会有一些画面，就感觉好像在星际遨游，是，好像是李白在星际遨游的那种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舞美的设计啊，包括比如说你服装的一些设计上，自己有没有去参与？我觉得要从我们传统文化讲起，因为传统文化当中有很多传统色。我觉得传统色非常高级，对我来说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我们有时候在想，比如说国风的服饰，我穿的已经非常多了，怎么样把这些颜色再变得更加有新意？通过看一些历史的，比如说名画呀，比如说《簪花仕女图》啊，千里江山图》、敦煌壁画，这些颜色当中去想灵感。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桃花源记》，当时穿的那个衣服，它主色调是绿色，它是那种有晕染的那种风格，应该是绿白。这个歌曲本身是我们的伟大诗人的一个诗篇嘛，那讲述的是桃花源林这种世外仙境的感觉。那其实通过服装，如果能让大家一眼就能感受到这个氛围，那也是一种视觉的刺激。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服装的一些搭配什么的，你自己会提供一些思路和想法吗？基本上我们找服装，如果是定制的话，我会大概给出一个方向，然后如果设计师给出图了之后，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修改。自己也会提一些意见在里面。对，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演唱会上的一套衣服？或者说一个舞美设计？就是有一套衣服，我们跳了一个唱跳节目叫《莫问归期》。这个歌呢，一开始我们设想的衣服就是那种仙风道骨、有权谋的这种稳重一点的衣服。当时这个衣服设计出来的时候非常大气，非常简约。到了台上之后呢，隐隐约约这个面料里面散发出一种反光的闪闪的感觉。但是呢，坐在台下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他可能就说：“你这套衣服相对于其他衣服来说过于简单了。”但是我说，一套衣服它好不好看，主要是因为它和这首歌契不契合。我唱的是歌曲里的家国情怀，唱的是对于自己的牵挂和思念的纠结。那我认为这套衣服是最符合我心境的。那当时我就说，我要坚持我的想法，我认为这是合适的。那没想到这个舞台成为当场演唱会最受大家欢迎的舞台。提到国风哈，我真的能在你眼中看到这种闪闪发光的感觉，真的很热爱，打心里很热爱就是中国文化、国风这个东西。那你觉得国风对于你而言它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意味着流淌在生命当中的血液。我们中国最著名的代表的颜色就是咱们中国红，那我们的血液也是红色的。所以这种是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文化自觉和自信。国风文化呢，现在很流行，非常受到年轻人喜欢啊。但其实你看，我们中华文化5000多年也一直流淌在我们的祖先的生命当中，它是支撑着我们人民生活的，支撑着我们精神世界的，不管是舞蹈、歌曲、诗文，它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不相信哪个人生命当中没有听过音乐啊，对吧？没有见过我自己喜欢的舞蹈。所以国风对你而言它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部分，我认为它是很自然流露的。因为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从小就学汉字，汉字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呀。我们现在在采访说的中文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那其实它就是个很自然的表达。所以其实你也把自己当成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载体。每次
去舞台上表演呀，包括唱国风歌曲的时候，内心是不是会油然而生那种骄傲感？我觉得骄傲和督促是并存的。和督促，对，因为一方面是你有了很多的关注，有很多人因为喜欢国风来关注你，那你只要在舞台上表达出你心目当中想要呈现的那个状态，又必须要把这个东西作为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去输出，就不能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舞台是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包括会影响自己，所以要督促自己。这个解释还挺新颖。平时是如何去了解这个非遗？我觉得非常自然。我们平常去到不同的城市，不同城市有非常代表性的这个非遗，基本上流露在当地人民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去到了四川，他们有这个变脸，再往南京走，你看还有评弹，这些都是一说到这个城市就会自然而然挂脸上的文化载体。我觉得你只要去到这个城市，你会被它的这种气质所打动，那这个非自然而然的就会灵感迸发在你的作品当中。如果也有演唱会这个载体的话，就可以把这些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搬到舞台上来。因为演唱会这个形式，它不仅仅只是当地的人民来看嘛，也会吸引很多周边的朋友一起来看。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了解到当地的文化了。也可以将这样的特别好的、优秀的非遗传承出去。当然，我刚才也注意到一个小的细节，小雨，你是会把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承载的文化这样去相链接、去记忆。你也经常作为自己家乡安徽泾县的这个文旅推荐官，你对于自己的家乡又承载着一个怎样的感情呢？我觉得家乡是要学会感恩的，因为它孕育了你这一副身体，孕育了你小时候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为什么心怀感激呢？因为我的家乡是一个江南水乡的感觉，很美，依山傍水，又是宣纸之乡，宣纸之乡，文房四宝也是伴随着一起成长的。所以你看，它是笔墨底下像画出来的我这样一个人一样。包括我自己身边的家长啊，他们也都是，我认为气质是非常符合南方人的这种儒雅的感觉的。所以我认为家乡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现在有能力的话，也会尽可能去帮助家乡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宣传。其实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错，感觉自己身上其实流淌着很多家乡独有的这种江南的水乡的这种气质。宣纸的文化你又了解多少呢？宣纸我知道它几千年的历史嘛，而且它的制作技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上一次在家乡录节目，去亲身体验了很多宣纸技艺当中的最关键的一些部分。我也联想到说，古人是如何把这些纸制造出来的，为什么会用到这样的材料？那用到这样的材料，如何做出纯白无瑕的纸呢？那这个纸为什么它就经历了几千年它都不坏，墨水不褪色？这些智慧会让我有很大的启发，说明古人他其实在生活当中一遍遍的去摸索，一遍遍的去尝试，才能找到这种经典之作、传世之宝。那你在摸索这些传统文化的时候，自己会有那种穿越感吗？我认为，比如说把这张浆好的纸贴在这个墙上的时候，我说当时古人在制作这张纸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自己的故事也会被写在这张纸上啊？那如果我作为当时的诗人，我会记录下来什么样的诗篇呢？我记得咱们参加了个综艺，当时在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下旦角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我认为昆曲很难，因为它带给我的这个听觉啊是非常美的，非常有韵味的。那如何在短时间之内去把它掌握好？我觉得更多的要偏向于自己的优势吧，把肢体和表达尽量的准确一点。但我觉得唱腔啊，这个东西要从小练的，不是说你学1天2天就可以达成的。其实前段时间我也去了台州，他们是越剧文化特别发扬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尝试了这个越剧当中《红楼梦》的贾宝玉的形象。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一下子又有新的灵感，因为现在越剧很红，越来越多人喜欢越剧文化，对，然后年轻人也是特别热爱，有当红的像我们这个陈立军老师啊、李云霄老师，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也是在网上搜集了很多资料，也请了专业的老师教我，
手势、眼神、唱段，体验下来非常的好，收获很大，收获非常大。能现场唱的吗？一句两句，让我们感受一下。因为一般越剧当中是这个小生女扮男装嘛，调值比较高，那我可能用男生来演绎一下。地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侧色。这个学了多长时间？贾宝玉的唱段可能有8句，我差不多学了1节课左右吧。这个过程很有趣，是。对，因为它的咬字很难，是地方的方言嘛。《红楼梦》这个选段也是非常经典的越剧的一个选段。对，那除了昆曲、越剧，还有什么将来想特别尝试的？其实我觉得，我认为黄梅戏当中还有很多经典的片段，就比如说《夫妻关灯》啊，《夫妻关灯》当中也有很多适合新年演唱的这些歌曲，因为它唱的就是过年的这种热闹的氛围嘛，特别的写实，特别的生活。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把它搬上舞台。回顾哈，一路走来，从创造营时期的刘宇同学，然后到现在，你觉得一路走来自己的成长呀、收获呀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更加稳定啊，不管是工作、生活还是内心，通过这个稳定的内核，可以去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唱很多想唱的歌，办自己非常喜欢的演唱会。因为对于我来说，去年1年让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开演唱会嘛。当然也受到很多新朋友的喜欢，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幸福的事情啊，有新朋友的喜欢，自己又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所以我认为这是有一颗稳定的内核带给我的这种改变。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词、一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2025年，你会选择用哪个词？我觉得是视野，这个是一个2项的描述啊。一是自己的视野看得更开，二是这个世界看我的视野也会更加的广阔，不仅仅只是在比如说创造营吸引来的这些朋友们的喜爱，还有很多不知道刘宇的观众，甚至是世界各地不同的观众。那新的一年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呢？我希望通过不同的舞台，可以把国风变得更加有意思、有趣，让这个国风畅响每一个演唱会。也有出海的这个计划，希望把这个国风文化带到海外，让这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到了文化出海，其实这2年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不管是影视剧还是唱歌，包括演唱会，也都是受到了很多海外朋友们的追捧。你觉得作为歌手，作为舞者，那你身上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呢？把中国文化出海走向世界。因为你背负了很多的喜爱，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刷新自己的能力，成长为更厉害的这个自己。之所以有这样的关注，也是因为大家真的喜爱你，你一定要不辜负他们的喜爱，把自己的影响力越扩越大。因为你看世界巨星们，他们一定有自己最有力量的价值观在那儿影响着很多人。那我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去发光发热，并且在世界的天涯海角可以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出去、宣扬出去。跟一直支持你、喜欢你的粉丝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说几句寄语。我希望他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和我一起成长，可以陪我去更多的地方。我希望他们可以看到我的改变，看到我的成长，看到我的进步。我相信他们有些也是陪伴我很多年的，然后有些也是最近才喜爱我的，彼此之间相互的帮助。因为好的歌手离不开好的舞台，好的舞台离不开热情的观众。那我们也希望小雨新的一年顺顺利利，梦想早日实现。谢谢。